米饭控必看，60岁妈妈靠这样吃白饭摆脱10年糖尿病，惊人血糖变化全曝光。医生说不能吃饭，其实是害了你。很多糖尿病的朋友每天战战兢兢，不敢碰一口白米饭，连家人都说没有糖尿病怎么可以吃饭，饭就是糖，吃了血糖一定冲上去。所以你改吃面条，改吃吐司，改吃燕麦片，改吃各种打着健康旗号的替代品，结果呢？血糖还是降不下来，糖化血色素7上7下，身体越来越瘦，可是数字就是不对。你有没有想过，问题根本不是饭？40年前，我刚回到台湾开始看诊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这件事了。那时候我就跟病人说，你应该要吃饭，要吃白米饭，而且要吃冷的。大家都觉得我疯了。可是40年后，我的病人里面超过3000人用这个方法，在没有靠额外药物的情况下，把糖化血色素降到了 5.6， 等于是回到了健康人的数字。你在地下电台广告里听到的那些说吃某个补品血糖就会好，我告诉你，那些东西不止没有效果，有些还会让你的血糖更难控制。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40年临床真正看到有效的方法，3件事，今天全部告诉你。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现在一天吃几餐，有没有在戒饭？我是在台湾执业将近40年的新陈代谢科医师，曾经在大型公立医院的门诊，一天看诊超过200个号，亲眼见过无数糖尿病患者，因为错误的饮食观念，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差。我是新陈代谢科专科医师吴明哲，40年里我看过的糖尿病患者超过3000位，我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几乎每一位患者都在用错误的方式保护自己，他们不吃饭，却吃了更伤身体的东西。我想跟你说一个案例，台中丰原园区的陈文雄先生，56岁，糖尿病已经整整10年了，糖化血色素一直在7上下起伏。他非常认真，完全不敢碰白米饭，3餐全用面条跟吐司代替。可是他的身体越来越瘦，瘦到像皮包骨一样，血糖却完全没有改善。他来找我的时候，我看了他的饮食记录，马上就知道问题在哪里。我说，陈先生，你从今天开始要吃饭，冷的白米饭。他看着我，以为我说错了。3个月后，他的糖化血色素降到了 5.6， 没有增加任何药物。今天的影片我会告诉你3件事。第一，为什么白米饭比你现在吃的那些替代品更适合糖尿病患者？第二，吃饭之前的15分钟，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可以让你的血糖不再飙高。第三，冷饭里面藏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不只能稳定血糖，还能保护你的肠道健康。这3件事今天全部告诉你。如果你想继续收到这类真正有帮助的健康资讯，现在可以按一下订阅。好，我们先来谈谈关于糖尿病跟吃饭这件事最常见的3个错误观念。很多人都以为糖尿病患者只要少吃淀粉，血糖自然就会降下来，所以他们把白米饭从餐桌上移走，改吃面条，改吃吐司，改吃燕麦片，改吃米粉，改吃水饺。他们以为这样做是在保护自己。可是我在门诊里亲眼看着连续血糖计的数据，这些食物吃下去之后，血糖冲得比白米饭还要高。高多少？你吃1碗白米饭，血糖大概到150，你吃1碗汤面，血糖可以冲到300，整整2倍。你吃1片吐司，血糖冲的速度跟喝葡萄糖水差不多。你吃1碗玉米浓汤，里面的勾芡让血糖在20分钟内就飙上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面条、吐司、燕麦片都是磨成粉再加工出来的食物，粉类食物进到身体里面，消化的速度比白米饭快太多了。白米饭的淀粉结构是完整的，消化需要时间，血糖上升的速度相对平缓。可是粉类食物的结构已经被破坏了，一进到肠胃，葡萄糖几乎是直接冲进血液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你换了食物，血糖却没有变好，反而更难控制。新北板桥区的黄志强先生，62岁，糖尿病8年，他非常自律，完全不碰白米饭，3餐都吃面跟稀饭。可是糖化血色素一直在 7.5 上下，怎么样都降不下来。来找我之前，他已经换了3个医生，每个人都说要继续减少淀粉。我帮他装上连续血糖机，第1天就看到了，他吃完1碗汤面，血糖在40分钟内冲到280。我把那条曲线给他看，
他愣在那里说，什么意思？我以为面比饭健康，所以少吃淀粉血糖就会好，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问题不是淀粉，是你吃的是哪一种淀粉。再来，很多人都以为少量多餐可以稳定血糖，这个观念在台湾非常普遍，很多营养师、很多书上都这样教，说糖尿病患者要少量多餐，血糖才不会大起大落。我必须告诉你，少量多餐不止没有帮助，它其实是造成胰岛素阻抗越来越严重的原因之一。为什么？你每次吃东西，不管吃多少，胰岛素都要分泌一次，一天吃6餐，胰岛素就要出动6次。你的身体一直被胰岛素刺激，久了之后，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越来越迟钝，这就是胰岛素阻抗。胰岛素阻抗越严重，你需要的胰岛素就越多，血糖就越难控制。正常人的空腹胰岛素，40年前台北市的研究，平均12单位以下。现在很多糖尿病患者空腹胰岛素超过20单位，整整10倍，就是因为一直吃，一直刺激身体，身体再也没有机会休息。高雄左营区的赖文祥先生，58岁，听了朋友的建议，开始少量多餐，一天吃5到6餐，每一餐都控制分量，觉得自己做得很正确。可是半年后，糖化血色素不降反升，从7.2升到了7.8，他很沮丧，觉得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我跟他说，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方法本身就是错的。我请他改成一天只吃3餐，中间完全不吃任何东西，让胰岛素有机会降下来，让身体好好休息。3个月后，他的糖化血色素降到了6.4，所以少量多餐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还有一个，也是我在门诊里面最常听到的，很多人都以为年纪大了，血糖高是正常的，不用太紧张，吃药控制一下就好。我都70几岁了，哪有可能像年轻人一样，医师说吃药就吃药，血糖不要太高就好了。这种想法我听到就很担心，因为血糖长期控制不好，伤害的不只是你的血管，是你全身的器官，眼睛、肾脏、神经、心脏，每一个都在慢慢受损。而且这些伤害是沉默的，你感觉不到，可是它一直在发生。卫福部的资料显示，台湾每年新增的洗肾患者里面，超过45%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肾脏病变，不是老了才这样，是长期血糖没有真正控制好才变成这样。台南的曾国藩先生，68岁，觉得自己年纪大了，血糖高一点是正常的，吃了10年的药，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要让血糖真正缓解。直到有一天，肾脏科医师告诉他，他的肾功能已经剩下不到一半了，他才意识到那10年的差不多就好，代价有多大。所以年纪大了血糖高是正常的，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不管几岁，血糖都可以控制好，而且控制好之后，你的生活品质会完全不一样。好，我们来谈谈为什么血糖会失控。很多人以为血糖高是因为吃太多饭，可是真正的问题是胰岛素阻抗。什么是胰岛素阻抗？正常情况下，我们吃东西之后，血糖上升，胰脏就会分泌胰岛素，胰岛素把血糖带进细胞里面，变成身体需要的能量。这个过程非常顺畅，只需要一点点胰岛素，血糖就可以稳定下来。可是当你一直吃，一直刺激胰岛素分泌，你的细胞慢慢开始对胰岛素不理不睬，就像一个人一直对你喊叫，喊到后来你也习惯了，根本不想理他。这就是胰岛素阻抗，细胞不理胰岛素，血糖就降不下来，胰脏只好分泌更多胰岛素，可是细胞还是不理，血糖继续高，胰岛素继续增加。40年前台北市的研究显示，正常人空腹胰岛素平均是2单位以下，现在很多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胰岛素超过20单位，10倍以上。这不是基因问题，不是老化问题，是生活习惯累积下来的结果。那为什么现代人的胰岛素阻抗这么严重？真正的根本原因有3个。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动得太少了。以前的人10几岁就开始做体力活，一整天都在动。现在的人上班坐着，下班坐着，去市场骑摩托车，连走2步路的机会都没有。运动可以直接改善胰岛素阻抗，这是有大量研究支持的事实。你的肌肉在运动的时候可以不靠胰岛素，直接吸收血糖。这就是为什么运动对糖尿病患者这么重要。可是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
只顾着调整饮食，却忘了让身体动起来。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吃东西的频率太高了，你的身体需要时间让胰岛素降下来，需要空腹的时间让细胞重新对胰岛素敏感。可是现代人从早到晚都在吃早餐、早点、午餐、下午茶、晚餐、宵夜，有些人甚至睡前还要吃一点。胰岛素一整天都在高位，细胞永远没有机会休息，胰岛素阻抗当然越来越严重。有人说我已经吃得很少了，怎么血糖还是这么高？我问他，你一天吃几次东西？他说吃3餐，可是中间会吃个饼干，下午喝个咖啡加一点奶精，晚上看电视配一点小零食。这不是3餐，这是6餐。只要嘴巴张开吃东西，不管吃多少，胰岛素就要出动一次。第三个原因是我们吃的食物种类出了问题。现在市面上的食物有一半以上是油炸的，粉类食物无所不在，糖隐藏在你想不到的地方。你知道吗？一杯市售的珍珠奶茶含糖量超过12克方糖，炸甜甜圈里面的粉跟油加在一起，血糖冲得比你吃一碗白饭还要高。一碗玉米浓汤里面的勾芡让葡萄糖直接冲进血液，比喝葡萄糖水还要快。这些食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高度加工的粉类食品。粉类食品的淀粉结构已经被破坏了，消化速度极快，血糖冲高的幅度极大。而白米饭不一样，白米饭的淀粉是完整的颗粒结构，消化需要时间，血糖上升的幅度相对平缓。国民健康署的资料也显示，在同样的热量摄取下，以白米饭为主食的饮食形态，比以面食为主食的饮食形态更有利于血糖的长期稳定。你现在可能想问，那我完全不吃面，不吃吐司，是不是就没问题了？不是这样，不只是食物的种类，还有你吃东西的方式，跟你吃东西的顺序，这个我等一下会详细说明。还有人问，我已经在吃降血糖药了，是不是不用那么在意饮食？我必须告诉你，药物是帮助你度过困难时期的工具，不是让你继续吃错东西的护身符。如果饮食习惯没有改变，药量只会越加越多，到最后需要注射胰岛素，肾脏、眼睛、心脏的损伤依然在累积。卫福部的统计显示，台湾糖尿病患者中有超过30%在确诊后10年内出现至少一种严重的并发症。这不是吓你，这是你必须知道的真相。药物加上正确的饮食，才是真正保护你身体的方式。现在我想请你在留言区做一件事，你现在一天吃几餐，包括所有的点心、饮料、零食，全部算进去，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数字，让我知道你现在的状况。好，现在我们来说，你具体应该怎么做。第一件事是吃饭的顺序。很多人坐下来吃饭，第一口就是饭，或者第一口就是汤，然后菜跟饭一起扒进去，5分钟吃完一餐。这个习惯正是让你血糖一直冲高的原因之一。正确的顺序是这样的：第一口先吃鱼肉蛋。为什么？因为鱼肉蛋里面含有蛋白质跟脂肪，吃下去之后血糖不会马上升高。更重要的是，蛋白质消化之后会产生氨基酸，氨基酸会刺激胰岛素提前分泌，让你的身体在吃饭之前就先准备好。就像你出门之前先暖车，引擎准备好了，上路才会顺。先吃一口鱼肉蛋，等15分钟，再开始吃其他的菜跟饭。这15分钟就是让氨基酸有足够的时间运作，让胰岛素提前到位。有人问10分钟够不够？不够。我的临床观察显示，10分钟的效果明显比15分钟差。也有人问，那我等30分钟、1个小时，效果是不是更好？完全相反，等到1个小时，氨基酸早就消化完了，保护作用归零。最佳时间就是15分钟。你说，医师，我家里吃饭都是一起上菜，哪有办法等15分钟？我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在吃饭之前，先去冰箱拿一小片起司，或者拿几片小鱼干吃一吃，就这样。这一口的目的不是吃饱，是唤醒你身体里面的氨基酸，让胰岛素提前准备好。然后15分钟后，你坐下来跟家人一起吃饭，吃饭的顺序就可以比较自由了。台北大安区的张建宏先生，64岁，糖尿病6年。刚开始他觉得这个方法很麻烦，我说你就在冰箱里面放一包小鱼干，每次吃饭前抓几片吃一吃，计时15分钟，就这样。他试了2个月，
装上连续血糖机之后，他看到自己的血糖曲线从一个小山丘，慢慢变成了一条平缓的线。他打电话给我说，医师，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平的血糖。第二件事是吃冷的白米饭。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说，冷饭不好吃吧？先听我说完，白米饭刚煮好的时候，里面的淀粉是热的、软的，消化速度比较快，血糖上升的幅度比较大。可是你把饭放凉，让它散热，让水蒸气跑掉，大概1个小时之后，饭里面会产生一种东西，叫做抗性淀粉。抗性淀粉是什么？就是你的消化酵素没有办法快速分解的淀粉。它进到你的肠胃里面，消化的速度非常慢，血糖上升的幅度也非常小。更重要的是，抗性淀粉会一路走到你的大肠，在大肠里面养益生菌，让你的肠道环境变得更健康，同时也可以降低大肠癌的风险。台湾癌症基金会的资料显示，大肠癌已经连续多年是台湾发生率最高的癌症之一，而肠道菌丛的健康跟大肠癌的发生有直接的关系。你吃冷饭不只是在控制血糖，也是在保护你的肠道。那要怎么让饭变冷？冬天的话，饭煮好之后，用饭勺翻松，让蒸汽散出去，放置大概1个小时，饭的表面摸起来有一点点凉凉的感觉，这样就可以吃了。夏天的话，可以用电风扇吹20到30分钟，或者直接放进冰箱，要吃的时候再拿出来。室温的冷饭效果是一样的，不需要加热，直接吃冷的就好。新竹的郭文雄先生71岁，一开始觉得冷饭很难入口，我跟他说，试试看搭配热汤一起吃，冷饭加热汤，口感会好很多。他试了之后说，吃习惯了其实还好，重要的是他的血糖真的稳定了。他用全年买的白米，每天煮好之后放凉，搭配青菜跟鱼，3个月后糖化血色素从7.1降到了6.1。第三件事是真正把地雷食物从你的生活里面移走，不是偶尔少吃，是真的移走。哪些是地雷食物？所有磨粉做成的食物，面条、吐司、水饺、米粉、萝卜糕、芋头糕，这些食物吃下去，血糖冲的速度跟幅度都比白米饭高出很多。所有油炸的食物，炸鸡、盐酥鸡、春卷、甜甜圈，油跟粉结合在一起，是最快让血糖飙高的组合。所有含勾芡的食物，玉米浓汤、肉饭的肉汁，里面的太白粉或地瓜粉进到身体里面，几乎是直接冲进血液。还有你以为很健康的东西，即溶燕麦片、3合1咖啡、乳酸饮料，这些里面隐藏的糖比你想象的多得多。去全联或好事多买东西的时候，记得看一下成分表，只要看到面粉、太白粉、砂糖排在前面，就放回去。你不需要特别去买昂贵的糖尿病专用食品，你只需要知道什么东西不要买。这3件事，吃饭顺序，吃冷饭，移走地雷食物，听起来很简单，可是真正做到需要习惯的改变。习惯不是1天养成的，也不需要1天全部改变。从今天开始，就做一件事，吃饭之前先吃1口鱼肉蛋，计时15分钟，就这样开始。好，今天的影片我整理了3个重点给你。第一，白米饭不是糖尿病患者的敌人，真正让你血糖失控的是面条、吐司、燕麦片这些粉类食物，还有少量多餐这个错误的习惯。第二，吃饭之前先吃1口鱼肉蛋，等15分钟再吃饭，这个顺序让你的身体提前准备好，血糖不再一下子冲高。第三，把饭放凉1个小时再吃，冷饭里面产生的抗性淀粉，让血糖上升的速度变慢，同时养你的肠道益生菌，保护你远离大肠癌。这3件事不需要花钱买补品，不需要特别的食材，就在你家厨房里面就可以开始。现在我想请你在留言区做一件事，今天学到的这3个方法，你觉得你最想先是哪一个？在留言区写下来，顺序，冷饭还是地雷食物，让我知道你打算从哪里开始。你的留言也可以让其他正在看这部影片的朋友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努力。我想跟你说一个故事。台中大里区有一位黄国明先生，66岁，他的太太一直很担心他的血糖，可是他不太在意，觉得吃药就好了。有一天，他的女儿在手机上看到了一部影片，内容跟今天我说的差不多。他什么都没说，就用 LINE 传给爸爸，附上一句话：爸，你看看这个。黄国明先生看完之后，
第二天开始把饭放凉再吃，吃饭前先吃几片小鱼干。3个月后他去回诊，医师看到他的糖化血色素从 7.3 降到了 6.2， 问他做了什么改变。他说，我女儿传给我一部影片，就是这样。一句你看看这个，有时候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健康。如果你身边有家人或朋友正在为血糖烦恼，或者每天不敢吃饭，现在把这部影片用 LINE 传给他们，不需要说很多，一句你看看这个就够了。你传出去的那一个动作，可能就是他们健康开始改变的起点。如果你今天看完还有任何问题，不管是关于食物的选择，还是吃饭的顺序，还是冷饭要怎么做，都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我会尽量回复每一个问题。还没有订阅的朋友，现在可以按一下订阅。我们每一周都会持续更新，把真正有根据、有临床支持的健康资讯带给你跟你的家人。最后，我想留一句话给你，很多人觉得糖尿病是一辈子的事，只能控制，没有办法好转。可是我40年的临床告诉我，只要方法对了，你的身体还有能力改变。不管你现在几岁，不管你的糖化血色素现在是多少，从今天开始，从一口鱼肉蛋开始，从一碗冷饭开始，你的身体还可以更好。从今天开始吧。下一集我们要来谈一个很多人都忽略的食物，在台湾的早市跟全联都买得到，每天吃一块，对血糖、肠道、骨质都有帮助，是什么食物？下一集告诉你。